你一向有洁癖，却可以喝夏清初剩下的汽水，而你只是碰了我一下，就要反复擦几遍。何心中，你就这么讨厌我吗？小心！你看看人家老公，能不能学学？同志，你对媳妇儿可真好，一看就很爱她。我确实爱她。媳妇，何心中，夏清初是你媳妇，那我又是什么？心中，心中，你在哪儿？该回家了，心中，心中。哎，何团长，这大喜的新婚夜怎么在这儿借酒消愁啊？是啊，赶紧回洞房去，别让新娘子等着急了。走吧，别碰我！娶到喜欢的人，才叫喜事。我娶林穗堂，只有责任。我爱的人呢？这一辈子都娶不到了。这3年，我是你的责任，是你的包袱。你放心，很快你就可以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了。我送你回去。这么晚了，你个人回去不安全。你们家不顺路吧？我可以自己回去的，你不用送我。不用管他，他自己会回去。走吧。是啊，结婚了那么久，无论把我丢到什么地方，你都不担心；无论我受多少委屈都没关系，因为你笃定我爱你，笃定我一定会回家。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穗堂，外面打雷了，行舟知道我害怕，就留下来陪我了。他让我给你说一声，你不会生气吧？何显忠，这3年，你记得夏清初的每一个习惯，却始终都不记得。我也怕他，但以后我再也不会怕了。别说了，看看这个。领导，我想申请加入解密局。加入解密局？你知道解密局是什么地方吗？进去的人都要被抹去身份，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国家。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你这个人了。隐姓埋名，为国铸剑，是我的毕生梦想。不行，你的哥哥已经战死，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再去？况且你和贺团长已经结婚，
你舍得他吗？舍得，因为我不要他，这是我的决定，请领导同意。这串密码用的是凯撒加密，是将明文字母向后偏移固定数目，并替换组成的密码。抓紧时间处理私事，2周后，宋志会派人来接你，到时候会给你安排一场。谢谢领导。隋唐，你和贺团长……算了，走吧。这个奴主可真是天才，我们用了3天3夜都没破解的密码，竟然被他一眼就看穿了。他要是进了解密局，肯定大有作为。谁也不准走漏风声，失去他是贺兴洲的损失。贺兴洲，谁都不希望会离开你，但这一次，我要把你还给夏青竹，结束这场维持了3年的错。整个大院都知道，我从小就喜欢贺兴洲，可他的眼里只有青梅、夏青竹。我本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直到3年前，我哥哥为救贺兴洲而死。哥哥，你别丢下我哥，你别丢下我。小柔，我求你一件事儿，娶我的妹妹。好好照顾她一辈子。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次，你都不肯答应我。我答应你。终于，我得到了贺兴洲。可婚后的日子比守寡还难受。青竹，青竹，下辈子我要和你在一起。他觉得是我横插一脚，才让他和夏青竹错过，所以这3年，他变着法补偿夏青竹。每月家里给的津贴，他转头就送到夏青竹手上，都给你。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他让给了夏青竹，到最后连我哥哥留下的手链也因为夏青竹的一句喜欢就被他送了出去。兴洲，这手链好漂亮，我喜欢。你快放下，那是我哥哥留给我的。醉堂，你已经把我从青竹身边抢走了，为什么不能大度一点？别管他，戴上。喜欢吗？我终于明白，贺兴洲不喜欢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所以我要去解密局，用假死的方式彻底消失，这样他不用觉得对不起我哥哥，可以好好的和夏青竹在一起。
你看你，吃满嘴都是。岁堂，岁堂，真的是你，好巧啊！这么晚，你怎么在外面？是啊，我怎么在外面？以前这个时间，我每天都在家研究新菜式，等你回来吃饭。仙舟，我又学到新菜，你尝尝。吃过了。可3年来，我变着花样学做菜，手指被油烫出无数水泡，你却一口都没有吃过。就像我掏心掏肺的爱你，你却连一个眼神都吝啬给我。我出来办事儿。办什么事？你是来买手链的吧？对不起啊，岁堂，我不知道那个手链是你哥哥给你的。如果我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开口问行舟要了。后来想还给你的时候，又不小心摔坏了，你不会怪我吧？你说什么？手链坏了也好，你哥哥去世这么多年，你也该走出来了。我说错了吗？那东西放在家里，你看到了，只会让你触景伤情。贺团长，为了给夏青珠开脱，你说的好冠冕堂皇。没错，我该走出来了，我该一辈子离开你了。哎，岁堂，行舟给了我3张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吧。你不去就浪费了。行舟，你回来了。是部队发补贴下来了。我听说秦初出差了。那个时候我还偷偷高兴，以为终于能和你约会了，没想到你还是留给了出差回来的夏青初。我早该知道，因为这3年来一直如此。我发烧40度，你却在百货大楼陪夏青初选裙子。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会因为他一个电话丢下我匆匆离开。这3年我只有一个贺太太的名分，而他却可以拥有你的全部。走吧，岁堂，听说这部电影可好看了。好啊，那我陪你们去看。马上就要离开了，我就陪你们演完这最后的落幕。走吧。今天的林岁堂怎么感觉不一样？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你说呢？我不知道。你是来拉屎的吧？谢谢你啊，行舟。你见过海吗？我们有一棵树，叫我们看海去。可我没见过海，我分不清海跟天，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
傻瓜，这是个电影，是假的。我知道了。你一向有洁癖，却可以喝夏清初剩下的汽水，而你只是碰了我一下，就要反复擦几遍。何心中，你就这么讨厌我吗？小心！你看看人家老公，能不能学学？同志，你对媳妇儿可真好，一看就很爱她。我确实爱她。媳妇，何心中，夏清初是你媳妇，那我又是什么？心中，心中，你在哪儿？该回家了，心中，心中。哎，何团长，这大喜的新婚夜怎么在这儿借酒消愁啊？是啊，赶紧回洞房去，别让新娘子等着急了。走吧，别碰我！娶到喜欢的人，才叫喜事。我娶林穗堂，只有责任。我爱的人呢？这一辈子都娶不到了。这3年，我是你的责任，是你的包袱。你放心，很快你就可以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了。我送你回去。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你们家不顺路吧？我可以自己回去的，你不用送我。不用管他，他自己会回去。走吧。是啊，结婚了那么久，无论把我丢到什么地方，你都不担心。无论我受多少委屈都没关系，因为你笃定我爱你，笃定我一定会回家。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穗堂，外面打雷了，行舟知道我害怕，就留下来陪我了。他让我给你说一声，你不会生气吧？吴贤忠，这3年，你记得夏清初的每一个习惯，却始终都不记得我也怕他。但以后，我再也不会怕了。穗堂，
这毛衣是你亲手织的，这也没人穿过呀，你这就不要了吗？没事的，反正他也不用。这，你在干什么？我送你的礼物，你从来都没有拆开过，不如给有需要的人。他以前不会这样和我说话的，是在怪我昨天晚上没回来吗？上个月答应你的，以后津贴都给你。这3年你的津贴一到手，转头就送到夏行初那里。我这个团长夫人，过得还不如普通职工，一天要打3份工补贴家用。上个月我累倒了，你才勉强答应下来。可这一切都太迟了。贺团长，不好了，夏晴初被二流子盯上了。什么？哎呦，隋唐，有贺团长出面，夏晴初肯定不会出事儿，你就别去了。就是因为有他出面，我才担心呢。每次只要事关夏晴初，他都会失去理智。我必须去看看，不能让他自断前程。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傻妞，骑车把我撞了，要么赔钱，要么陪我睡一觉。找死！别打了，再打就死人了！县长，你别打了，出事自己不好心上打了。滚！你还不拦着他，你想看他受处罚吗？县长，你别打了，我害怕。我不打了。这里是医药费和补偿，你再敢骚扰他的话，你会知道后果的。滚！你没事吧？哎呦，贺团长，你快看看你媳妇儿吧，她头发流血了。你怎么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不是你推的吗？对不起，我送你去医院。你还有钱吗？这是最后一次，下次不会了。的确不会有下次了，因为你再见到的就是我的尸体。哎呀！晚了，我送你回家。秦初现在很需要我，隋唐，你自己回去处理一下。你一向很坚强的，走吧。隋唐，你这头没事吧？你看这血流的。我的确更坚强，坚强到从今往后都不再需要你了。哥哥，明天又是你的忌日，谢谢你给了我这场持续3年的梦。可是梦醒了，我不会再留恋了。天涯在身边，疼痛伴相添。
去看你哥哥，我陪你。每年只有这一天，你才愿意放下夏晴初陪我。穗玲，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办到。我会照顾穗堂一辈子的。哥哥，我不需要他照顾了。青山是我安魂处，钟鼓岁岁守河山。我要走你走过的路，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青初，你怎么来了？你今天晚上不是有演出吗？穗玲也是我朋友，我当然是要来看她的。穗堂，你不欢迎我吗？请便。你们两位是？我们两个是来负责保卫夏同志安全的。今晚演出非常重要，任何破坏演出的人都将受到严惩。好。哥哥，秦初来看你了。3年了，你还是没能赢得他的心，你真可怜。在我哥哥面前，我不想说这个。你是不想承认吧？虽然我没能和邢舟结婚，但他心里处处都有我。你的大学名额他给了我，你的工作机会他也给了我。林穗堂，你真可怜。这些话以前肯定能扎得我鲜血淋漓，可现在我已经放弃他，再也不会为他受伤了。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走吧。林穗堂，你别装了，心里早就恨透了我，对吧？你给我站住！青初，你怎么了？我的脚崴了，一点都动不了了。什么？今晚演出怎么办？夏同志，你也太不小心了！你知不知道，要是耽误演出是什么后果？穗堂，我好心来祭拜你哥哥，你怎么能够因为嫉妒邢舟对我好，就对我下黑手呢？现在耽误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整场演出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明明是你自己自作自受。邢舟真的是他推的我，是他自己摔倒的。既然说不清楚，全部带回去调查。没错，这件事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我看见了，是他推的。你说什么？把他带走吧。不是我，不是我。林穗堂破坏重大演出，是何居心？立刻把全部过程写下来，认罪。不是我，真不是我推的。还敢对抗审判？低头，罪。我看见了，是他推的。我心中再多的皮肉之苦，都比不上你那句话让我难受。这3年，我爱够了，也痛够了。你怎么弄成这样？疼不疼？我怎么成这样的？你不是最清楚。对不起，秦初身体不好，受不了这种折磨，而且他在文工团工作，不能有污点，到底是他身子弱不能受刺激，是他工作不能有污点，还是归根结底
有一个人，你喜欢他？是啊，我一直都喜欢他，你不是知道吗？好啊，既然你那么喜欢他，那我就成全你。你成全什么？我答应随你照顾你一辈子，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我会补偿你的。别闹了。隋唐，这是我从外地给你带的珍珠项链，还有新裙子和雪花膏。这是3年来贺行舟第一次这么正式的送我礼物。隋唐，礼物你都收下了，你能不能去医院给秦初公开道歉？你说什么？秦初脚崴了之后，虽然没有影响演出被抓了起来，但团里的流言蜚语对他影响很不好。所以，只要你肯去医院公开道歉，这件事情才能平息。你看，你要不……你为了夏秦初去诬陷我，我认了；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也认了；让我写检讨书，我也认了。但你让我给夏秦初道歉，绝不可能。隋唐，你不要这么不近人情。我不近人情。贺行舟，我当初在审讯室就该把你诬陷我的事情给说清楚，这个团长身份明辨。贺行舟，很快你就会像那条项链一样被我彻底扔掉，我再也不会受你折磨，再也不过这种守活馆的日子。隋唐，我还是希望你考虑考虑。秦初，他牺牲的太多了。隋唐，去医院做个体检，去解密局的时候把报告带上。好的，领导。真羡慕夏同志有那么好的老婆。是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寸步不离、照顾媳妇儿的好男人呢。贺行舟，我被你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我被你害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你连一句好话都没有。夏秦初不过是崴了脚，就能享受到你这么细致入微的呵。你还想吃什么？我给你去买。2只栗子。好。隋唐，我就知道你什么都听我的。你等我一下，我现在找文工团的领导替你公开道歉。体检报告，你不是向来身体都很好吗？怎么突然做体检？你是不是想备孕？想怀上行舟的孩子，把他从我身边抢回去？不是，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行舟只能是我的。你冷静点，夏秦初。
锦珠，锦珠，秦州，月堂说让我离开你，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求不，锦珠，锦珠。求求你们，一定把他救过来！我们会尽力的。解释，是他自己跳下去了。这种鬼话你自己信吗？他会用自己的性命来陷害你。真不是我推的他，自己做错事情，你又不承认。你哥哥是这样教你的是吗？把他关去禁闭室，等秦楚醒来之后，再另行处置。团长，这快！自己做错事情，你又不承认。你哥哥是这样教你的是吗？你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你叫你们团长过来，我有话给他们说。哟，都他妈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别的男人呢？啊，青楚可说了，是你先布人，想勾搭人家男人，还想跟人家男人怀孩子，那可就别怪他不义了啊！夏景初让你来的，他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还不明显吗？啊，只有彻底把你毁了，他才能彻底得到贺团长。要我说，你呢，也别挣扎了啊！我呀，肯定会好好待你的。这小子还他妈挺有劲儿，不过今天说什么，我他妈都不让你办了！滚！啊！仙昭，仙昭，有人！你敢逃跑？仙昭，有人要侵犯我。他说他是夏启珠来指使了。仙昭，仙昭，你们刚才有见到别人来过吗？报告团长，这批教室是您亲自保管的。我真的没有撒谎。刚才那个人，他说他是夏景初带过来的。够了！我本来想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对你从轻发落。你不仅逃跑，还想污蔑景初。带他去搬运物资，没有搬运完，不准吃饭睡觉。团长，立刻执行！好，我去。我就知道，我从来都没有醒过。站住！任何人都不准帮他。可是团长，嫂子身上伤还没痊愈啊。是啊，团长，嫂子不会说谎的。要不要再查查昨天晚上有没有人进来？够了！贺新洲，
原来你根本就没想过还我清白。我不用你可怜我。犯了错，没有人会可怜你的。嫂子，我怎么在这儿？你昨天晚上吃完饭就发烧晕倒了，我照顾了你1天1夜。对不起啊，我没关系，以后你生病了，我都照顾你。你这一次犯的罪太严重了，老实待着，哪也不准去。不再是昨天很远，也不像前缘双眼，像两句誓言，还未说就已改变。线，你任我一半永远，消失在梦中。咱笑得多开心！不回头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现在哥哥没了，今生的我就超远。哥，我一开始我就不该亲吻他。如果我一直把他当哥哥，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他用对待丑人的眼光对待。谁丢失了时间，让我懂。但是很快我就可以把他还给他的心上人了，这一切就快要回到正轨。隋唐，计划有变，今晚你必须走，自己制造意外死亡，然后去3号站台，有人接应你。好。贺行舟，我把你完整的还给夏静竹了，而我也在这一刻从你的世界彻底消失。林同志，我是解密局赵明川，负责接应你。你受伤了？不碍事。我带了药，可以帮你处理伤口。真的不用了，
我自己摔的。还有半个小时，抓紧时间看一眼家的方向吧。不需要了。领导应该跟你说过，到了解密局期间不能和任何人有联系，包括家人。你没有不舍吗？我没有家人，哥哥战死，贺新洲从来就不是我的家人。对不起，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组织会帮你解决。不用了，从今往后，我只为国家而活。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是，该离开了。这是一场迟到了3年的离开。贺新洲，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见。看清了世间的黑白，没有白云馆，不准吃饭睡觉。我看见了，是他对的。秦州现在很需要我，隋唐，你自己回去处理一下。犯了错，没有人会可怜。隋唐，新洲，秦初，你醒了，别动。医生说你根骨裂了，需要静养。隋唐呢？他没事吧？他被我关禁闭了，这一次他真的太过分了。都怪我，如果不是我误会他要备孕，也不会。这不怪你，医生说你需要静养1周，你好好休息，别想太多。我去叫护士，等我。203病房那个夏晴初可真装，明明是他自己跳到楼下去的，还非要赖在别人头上。你怎么知道？我当时就在门外啊，我亲耳听见的。他说什么行走只能是我的，然后就跳窗了。林同事还想拉他来着，结果没拉住。不可能，秦初不会的，一定是护士听错了。可是真的有人会用自己的生命去诬陷别人吗？这个人多精呢，他从2楼跳下去，看着吓人，最后不就只是根骨骨裂吗？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是也怀疑了。听说啊，林同志因为这事儿，这几天被折磨的都不成人样了。啊！不会的，秦初是因为太爱我，才走极端跳楼的。他不可能骗人，更不可能诬告别人。贺团长，我们203需要换药。好，我马上就去。难道真的错怪他了？但他为什么不给我解释？轻点，弄疼我了。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秦初的脾气这么暴躁？行舟，你来了。行舟，你能陪我到天亮吗？我害怕。好，我陪你。行舟，你坐过来吧。我就在这，你睡吧。
好。星舟，我就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选择我。青初，你说的选择是几个意思？青初，隋唐应该睡了吧？明天一大早我就回去。无论真相怎样，我对他确实太严厉了。只要我回去给他解释一下，他一定会原谅我的。他一直都这样，无论我做错什么，最后他都会默默地回到我的身边。我记得隋唐最喜欢吃这家的油条，还一定要配上甜豆酱。这些惩罚确实对他重了些，不过没关系，等一下给他好好道个歉，再请个医生好好的看他。贺团长回来了，小贺呀，你可算是回来了！怎么回事？隋唐呢？走啊！隋唐去哪了？隋唐他没跑出来！胡说！他有手有脚，怎么会？嫂子，惩罚他都是我亲自下的命令，让他新伤叠旧伤的人是我亲自命令的，不准给他外出。隋唐，我要救他，我一定要救他！团长，滚开！我是贺锦州，我是你们团长。团长，消防队说爆炸是因为煤油瓶引发的，发现时火灾已经控制不住了，找到嫂子遗体的时候已经……团长，你还是别进去了。滚开！隋唐！不会的，隋唐肯定还活着，你们都在骗我，你肯定跑出去，对不对？对不对？隋唐！团长，别找了，消防队说爆炸点就在屋内，嫂子当时在睡觉，根本来不及。别碰我！你还活着对不对？你还活着对不对？隋唐！隋唐！团长，收到电话，线已经接进来了。星舟啊，节哀顺变，隋唐同志的遗体已经安置妥当，组织上决定追认他为烈士。现在在哪？我要见他。由于爆炸剧烈，隋唐同志的遗体损毁严重，你还是别看了。你放心，一切交给我们来办。这段时间你好好休息。哎，团长！没事。还好，他还在。这可是隋唐留给我最后一个东西了。团长，这是隋唐存放私人东西的地方。
他以前总是偷偷的把他最喜欢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团长，你是不是记错了？这些不都是废品吗？不！这是我随手给他一张电影票，那场电影我没和他去看。这是我的牛头，他说要给我缝，我却没有给他机会。这是我给秦楚买的巧克力，秦楚不要，我就随手给了他，他却连包装纸都保存了这么久。隋唐，你最珍爱的东西竟全部都和我有关。隋唐，对不起，对不起。团长，姐，团里安排了住处，我们送你过去休息吧。我不去，你们去吧，我要留在这里陪隋唐。故乡的你，静静如洒归呀。今天行舟答应娶我了。好，我答应你。我知道他是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但我还是好开心。从6岁第一次看到他，我就梦想着这一天。今天我和行舟正式成亲，但他一点也不开心。行舟，我知道他在怪我把他和秦楚分开了，以后我要加倍扶持。昨天行舟说伙房的红烧肉没味道，今天在家研究了一整天，才发现做饭原来那么难。但最后行舟一口都没尝，可能是嫌我做的不好吧。以后我要天天给行舟做新菜品，让他喜欢上在家吃饭。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做饭。今天我学会了织毛衣，可行舟说他不喜欢穿毛衣。今天行舟还是没拿请帖回家，我不怪他，下个月再多打一份工吧。今天打工的时候，我看到行舟了，他和秦楚在一起。不知道真相的工友们都说他们很般配。对不起，我一直觉得这场婚姻是对秦楚的背叛，却忘了那个满心欢喜等我的姑娘，也是别人捧在手里长大的宝贝。隋唐，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贺团长，你可算回来了。夏同志醒了，他一直闹着要见你呢。夏同志，走开！我不要打针，我要行舟，他是团长，你们快去把二狗找过来！行舟，你怎么才来？我好害怕。出什么事儿了？隋唐死了。什么？怎么会？隋唐死了，你很高兴？不是的，行舟，我腿又疼了。只是隋唐姐怎么会？到底发生什么了？
煤油瓶爆炸，就在我关他禁闭的那天晚上。他怎么不跑呀？是啊，他为什么不跑啊？因为我惩罚了他，罚得他连翻身都困难。这一切起因都是因为你。行舟，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这话什么意思啊？我问你，你跳楼的那一天，隋唐到底有没有跟你讲过那些话？什么话？他说了，他让我离开你。你还说谎！我都看见了，林同志就是想救你，是你自己要往下跳，还说什么行舟只能是你的。你闭嘴！再造谣，信不信我让你连呼声带不下去？威胁我，我也要说出事实。林同志是个好人，上次我妈在家晕倒了，是他路过发现，把我妈送到医院去的。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你再说！行舟，你打我，你第一次打我，就因为几句谣言。是不是谣言？我自己会调查。行舟，我相信你会还我清白的。对了，行舟，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这段时间我去你家住吧。你什么意思？隋唐不在了，我是想过去照顾你。我不需要别人照顾，在这件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用找我了。滚！本以为林遂堂这个碍眼的东西走了，我就可以登堂入室，怎么行舟的态度变得这么快？我要见隋唐。什么？你还是不相信隋唐同志已经牺牲了？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由于爆炸的原因，隋唐同志的遗体损毁严重，我怕你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是隋唐的家属，我有这个权利。家属？好，我带你去看。这就是隋唐同志的遗体。你不是非要来看吗？怎么了？隋唐，对不起，我都知道了。这些年受过多少苦，受过多少委屈，我都知道。是我辜负了你哥哥对我的托付，我不配当你的丈夫。隋唐，行舟，你真的要看吗？隋唐同志生前可是最注重形象的。过几天，我想亲自给隋唐操办葬礼，我要让他走得清清白白。好，我同意。团长，查清楚了，这把钥匙确实有软泥痕迹，可能有人偷偷印下钥匙模样，并且复刻出来使用。另外，那几天文工团维修舞台，外人确实有可能偷偷溜入营区。够了，不要再说了。
早就应该想到，你这么在乎名声的人，怎么可能会用自己的清白去污蔑别人？可当时团长，你确实误会嫂子了，让我们去查吧，我们一定能查到凶手，一定要查到底。我要揪住真凶，让他在隋唐的坟前认罪。但是你要记住，没有结果出来之前，不要打草惊蛇。是，团长。邢舟，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去？我没有家。团里不是给你分配了新房吗？没有隋唐的地方，不是家。邢舟，隋唐虽然不在了，可是你还有我呀。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邢舟，你怎么了？你以前不是最爱吃红烧肉了吗？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吃红烧肉了。好，好，好，不吃就不吃。对了，邢舟，下个月文工团汇演，我给你留了最好的位置。对不起，我很忙。邢舟，这张照片你摆在每天都能看得见的地方，你是不是不打算忘了它？她是我的妻子，我为什么要忘掉她？可是她已经死了！不许你言辞！我说的难道有错吗？邢舟，我等了你可不止3年。对不起，你以后不要再等我了。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妻子，那就是隋唐，我不会娶别人的。3年前，如果不是林穗林多事，嫁给你的人就应该是我。这3年，我每天都在等着你回心转意。你现在告诉我，不用再等了。邢舟，我知道你娶她是因为责任，可是她现在已经死了，你不用再委屈自己了。谁告诉你？我娶隋唐，从来都不是因为责任。何邢舟，你说什么？难道你喜欢林穗唐？不可能，我们2个才是青梅竹马，从小到大。你连看都没多看他一眼。是啊，我从小到大都忽视了他，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你走吧，我现在不想谈这些。邢舟，我还会再回来的。给邢舟，愿他平安顺遂。隋唐，这是我在你盒子里找到的。即使我这样对你，你依然还默默的祝福我。人都死了，还惦记什么？林穗唐，我等了3年，好不容易你死，不可能再。你来干什么？贺邢舟，你看不到我在勾引你吗？邢舟，
你最近累了吧？我去给你倒杯茶。谢谢。行舟，今晚要不要去我家吃饭？我做了你爱吃的菜。我很忙。这茶，行舟，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累了？我给你揉揉肩。你干什么？放开我！隋唐，隋唐，隋唐，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你知道我有多后悔吗？隋唐，今晚你就把我当成隋唐吧。行舟，我是隋唐，我回来了。你怎么了，行舟？你算计我！你到底怎么了，行舟？我是夏晴初，你的青梅竹马啊！这3年，你不是一直都爱着我？我对你只有亲情，没有爱情。这3年，你把津贴都给了我，有什么好东西也第一时间留给我。现在你跟我说，你对我是亲情。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补偿你。原本等补偿够了，我就会和隋唐说明一切，然后好好的和他过日子。可他不可能，从小就喜欢我。你娶林隋唐，只是因为他哥哥的嘱托，你根本就不可能爱上他。行舟，你难道忘了从前你陪我去看电影，你喂我吃东西，你还给我披衣服。2天之后是隋唐的葬礼，到时候我会给你个答案。真的吗，行舟？隋唐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结婚的消息的确应该跟他说一声。2天后我会准时出席。林隋唐最后还是你输，行舟是我的，你生前抢不走，死后更抢不走。团长，抓住那个人了。那天进入营区的人就是他。据他交代，那天就是夏同志指使的。夏晴初，如果这个人真的和你有关系，2天之后，隋唐的葬礼，
我要让你和他赔罪。贺团长，该说的我都说了，求你放过我吧！那天真的是你？是我，贺团长，我不是人，我是畜生。你哪来的钥匙？钥匙啊，都是夏青初给我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指使我才这么做的呀。他不怕我知道？夏青初说了，你很喜欢，就算知道了也能原谅他，所以我才狗胆不听。贺团长，就算知道是他指使的，也不会追究。我真的没有撒谎，我就知道你从来都没有醒过。团长，2天之后带他去隋唐的葬礼，我要他当众给隋唐认罪。是。他怎么来了？还嫌害隋唐不告诉他妈？看着这么好看，怎么这么恶毒？夏青初啊，这里不欢迎你。隋唐生前就被你搅得没过一天好日子，他现在已经死了，你还不能让他安宁吗？王婶，你这话说的，好像他的死是我害的似的。哼！再说了，我丈夫前妻的葬礼，我当然是要来祭拜的。丈夫？大家都还不知道吧？等葬礼结束之后，邢州就会娶我过门了。不会的，林同志才走多长时间呀？贺团长他不可能这么薄情的。邢州为了我，居然把领导请来当证婚人。邢州，你快跟大家宣布那件事。贺团长，你不是挺厉害的？你怎么连你身边是什么人、什么官你都分不清楚？林同志对你那么好，我们全家属院都看在眼里，可你眼里只有这个装模作样的夏秦初。你平时不在，他就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这种女人你还敢娶？你们再乱嚼什么舌根？我和邢州青梅竹马，天生一对，如今就要结婚了，哪轮得到你们来反对？邢州，等我俩成婚之后，我肯定立马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谁说要娶你？邢州，你那天晚上不是亲口说，等林岁堂葬礼举办完之后，你就会娶我的吗？我说在葬礼给你答案，没有说要娶你。答案？什么答案？程州曾经向我保证过，要让隋唐同志走得清清白白。今天他是来兑现诺言的。林岁堂不是被煤油瓶炸死的吗？他要什么清白？夏青初，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那天在陵园，有人亲眼看见你是自己剜的脚，还有医院的护士举报说是你自己跳的，与林同志无关。我就说隋唐同志他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原来都是被他给污蔑的。夏青初，你怎么这么恶毒？污蔑？我怎么可能用命去污蔑别人？邢州，你千万别信，那些都是道听途说，没有真凭实据，证明不了什么。到现在了，你还想抵赖是吗？既然你要证据，我就给你们看看。来人！
贺团长，是他，就是他指使我去玷污林同志的。这个夏青初，好狠的心呀！亏他还口口声声说是隋唐的朋友呢，这种人还想嫁给贺团长，做梦！你胡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行舟，他污蔑我，赶紧把他抓起来。周之强，如果你诬告的话，会罪加一等，什么后果你清楚吗？当然明白呀，贺团长，我真没有诬告，这是他指使我的。夏青初，我真不认识我，咱俩在一起3年了。你闭嘴！谁跟你在一起过？你个畜生！行舟，他都是胡说八道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行舟，他血口喷人，赶紧把他抓起来枪毙了。夏青初，既然你不认，我就无意了。贺团长，我有证据。贺团长，我有证据能证明他和我有关系。这个孕检单能证明他前不久刚怀了我的孩子。你和他在一起3年，他还怀上你的孩子，那你知不知道他和我当然知道，贺团长。他说您身份不一样，是团长。我的孩子跟了您，以后一定能一飞冲天。周志强，你发誓你不会说出去的。为了孩子，我是可以不说，当一辈子绿王八那又能怎样？可他妈你呢？你跳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孩子？你根本就没有想过孩子，对不对？你他妈一直拿我当枪使！原来你在算计我，这么着急让我娶你，怕你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是吗？夏青初，这就是你说的，等了我3年。明舟，不是这样的，他说的都是假的，这个检查单也是假的。行舟，你现在连我说的话都不相信了吗？是吗？我曾经对你言听计从，你说隋唐推了你，我就帮你圆谎，让他背负破坏演出的罪孽，他被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你说隋唐逼你跳楼，我就把他关禁闭，害得他差点被玷污。我还是相信你的话，把他重罚，害得他病倒在床。最后他逃不出火海。现在我要给他一个清白，让他安安心心的走。过来！跪下！跪下！低头认罪。对，低头认罪，低头认罪。我不是人，你贺行舟又是什么好东西？这3年你是怎么对李岁堂的？就算是我诬告了他，但如果没有你作为帮凶，他又怎么会被伤得这么深，最后葬身火海？我有罪，那你呢？你说的对，所以我现在也要抵罪。彻底把他忘了，然后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会把孩子打了，然后
一辈子陪在你身边的。重新开始，夏新初，我已经将你这些年栽赃林穗头的资料都交给领导了，以后你在牢房里度过。领导，执行，带走。不要！新征不要！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如果有罪，也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呀！隋唐活着的时候就说过，他不跟你计较，那是因为你父母死得早，可怜你。你就是这样暗家仇报的。隋唐多么好的人啊！你怎么忍心害他？领导，我也有罪，我申请将功补过，请你发配我去最危险的地方。我答应你的请求，新的调令会尽快下发。谢谢。隋唐，我会去最危险的地方，完成最危险的任务，因为这样，我能早一点死，就能早一点和你见面，当面和你道歉。行舟啊，这个愿望恐怕实现不了了。隋唐，我走了。行舟，夏同志自杀了，他用牙刷刺穿了自己的喉咙，这是他唯一留下的东西。林同志，凌晨3点了，你该休息了。我知道了。好，我马上就回去。林穗堂，连续工作72小时，你是想猝死？我在破译一组。不行，你现在立刻回去睡觉。这是命令，你现在立刻离开办公室。好，我走。你从来都没有醒过。行舟给了我3张电影票。犯了错，没有人会可怜你。我不能睡觉了，每当我闭上眼睛，那些回忆就像潮水一般涌过来。穗堂，穗堂，醒了。我叫赵明川，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接头人。医生说你旧伤未愈，加上过度劳累才会晕倒。解密局人手紧张，所以只能我来照顾你。谢谢。
你不用紧张，在这里，没人会问你的过去，因为所有人都没有过去。为什么？对不起啊。没事儿，你习惯就好。对了，我给你带的饭。我没胃口，我得去工作了。林同志，你想寻死吧？我们解密局是前线的耳朵和眼睛，那些凶狠阴险的敌人，每时每刻都想置我们于死地。或许明天，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死在战争中，但我希望我们的死是有意义的，是为了国家和理想而死，而不是死于意气用事。李学长，你竟然敢污蔑秦楚，我罚你2下金棍！秦州，我没有诬陷他，你相信我。不是我没有诬陷他，我没有诬陷他。喝杯茶吧，可以安神。谢谢。你怎么来了？我刚来没一会儿。你刚睡下，赵同志就来了。他听说你怕打雷，担心你睡不安稳。你手上的伤？没事儿。刚才过来的时候，被路上的小野猫抓伤了。咱们解密局连苍蝇飞进来都得查证件，那只小野猫来头可不小啊。是我给你抓伤的，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没什么的。你们不是很忙吗？好，好，好，我走，不给你们当电灯泡了。你怎么能让他走呢？我给你抓的那么严重，你应该让他给你打破伤风的。你还真是只小野猫啊！怎么了？你笑起来真好看。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时间还早，你继续睡吧，我就在这儿守着你。哥哥，你走了以后，第一次有人在打雷的时候陪着我了。别找了，赵同志已经回去了。他和我只是同事，怎么可能同乡陪着我？雷声到半夜就停了。赵同志本来想一直守到你醒过来，但局长派人来说有紧急任务。你看他走的时候还交代别忘记给你带早餐呢。原来他没有骗我。什么紧急任务啊？这我可不知道，不过局里精英基本上都调去办公室了。林同志，解密局的人没有过去，带你喂你。谢谢你啊，我明白了。可惜你是我噩梦中的过去，但你决定不了我的未来。从现在开始，我要彻底忘了你，走向属于我的全新人生。有结果了吗？还在验算，这次的加密方式跟我们以往掌握的数据截然不同啊！还在算，还在算，你们知不知道，每耽误1秒钟就会有多少特务破坏成功，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民众伤亡，会有多少反特战士
失去生命了。可是别说了，明川，你有什么办法吗？有办法，但我需要时间。如果敌人用的是最新的加密方式，那我至少要2年时间，才能找到破解方法。2年？你不如把我毙了，用我的脑袋去给牺牲的战士们谢罪。如果谢罪有用，那我现在就可以流干最后一滴血。可解密是一项精细的学科，我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和验索。如果敌人受到了某势力的暗中支持，2年是最保守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在和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做斗争。这帮套路真是王八犊子，他们背后的势力更不是东西。林穗堂，你不是在住院吗？我是解密局的成员，解密局有重大的任务，我也想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你就歇着吧，新人就别来这儿捣乱了。林同志，大家都知道你刻苦，但是你不足以胜任本次任务。行了，回去吧啊，记得把门关上。穗堂，来，坐我旁边。明川，你这是……我们人手不够，即便他是新人，即便只能发挥1%的作用，我们也需要他。好，他可以进来，但他必须听从指挥，不能捣乱。是。你好好看，好好学，我相信将来你一定大有作为。你是不是没吃饭？穗堂，我给你介绍，这是关于……我给你带了早饭。给我带的？我知道你肯定没吃饭，也肯定会说自己没心情吃饭，但你说过，我们的死要是有意义的，至少不是意气用事上。那你吃的这顿饭会耽误你解密吗？不会，可是……那你就好好吃饭，这些资料呢，我会自己看的。你看得懂？我来可不是混吃等死。好，我吃饭，你先看，有哪里不懂的，我待会儿跟你解释。真是个自欺欺人。不过这些资料连我都没想到过去，他就更不用说。局长，刚刚那个电台连续向3个方向发射了信号，立刻抄录，立刻解密。局长，还是不行，我们无法破译他们的加密情报，这简直跟天书一样。明知道他们在策划阴谋，却无能为力，甘心啊！我找到破译的方法了。穗堂，别乱说话。谁在说话？滚出去！我没有胡说。局长，我找到破译的方式了。好啊，解密局这么多精英加起来，还不如你一个黄毛丫头。我是说真的，你看这串数字，如果我们不把它当成密码，而只看作是一种数字，这当中有很明显的规律。对，每隔几个数字，就会有相同规律的数字出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看成是标点符号，那其他的数字代表的就是长波和短波，而不是加密用的数字。那这串密码实则就是摩斯密码。摩斯密码这么简单？那我们之前努力算什么？不可能！我们跟踪这台电台这么多年，他知道我们的实力。如果用摩斯密码发报，相当于明文发报，他们会有这么蠢吗？是啊，我们都忽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敌人已经穷途末路了，在被毁灭之前，他们必须把情报发出去，所以才会这么冒险。
真的是这样吗？既然有了破解方法，那我们就把之前所有的数据再重新验算一遍，反正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不是吗？好，算。破解了。我这封密信的内容是……我也破解了，我也破解了。真厉害呀！林岁堂同志，恭喜你立功了！同志们，根据我们解密的情报，前线战士一举端掉了数个潜伏多年的特务组织，成功保卫了人民的生活生产安全。因此，上面特地给我们发来了嘉奖令。除了这次集体奖励，还发来了一份特殊荣誉。获得这份荣誉的是岁堂林岁堂同志。岁堂，快去领奖啊！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大家一同努力的成果。好了，再谦虚就成骄傲了。你那还叫做没做多少，让我们这些老人的脸往哪搁呀？就是啊。去吧，是你的功劳，谁也抢不走。林岁堂同志，因为特殊原因，我不能给你颁发奖章，但我保证，你的名字虽无人知晓，但你的功绩将永垂不朽。局长，我甘愿隐姓埋名，为了国家和理想，奋斗终身。贺行中，原来我也可以做只自由翱翔的青鸟，不是你关在笼子里折磨的金丝雀。进来。岁堂同志，老领导，您认错人了，他不是林岁堂。他不是林岁堂还能是谁？解密局青鸟向您报道。青鸟，林岁堂同志已经在1年前因为没有泄露引发的爆炸牺牲，现在这世上只有代号青鸟的同志。青鸟，你就是那个给我们作战部队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被称为解密天才的那个青鸟啊！哎呀，老领导过誉了，没有您的推荐，没有咱们解密局各位同志的帮助，我不可能取得成功。不错，成熟了。岁堂，哎呀，青鸟同志，我早就说过，失去你是星州的损失。嘿，你看我替他干什么？没事的，老领导，那段过去，在我进解密局之后，就已经彻底放下了。而且，我现在要结婚了。结婚？这1年来，他不仅是我的领路人，更在危急关头救了我的命，所以。如今形势大好，局里已经同意了我们的结婚申请，并且允许我们举办小范围的公开婚礼。青鸟说，一定要请您当证婚人。没问题，这个事交给我来办。谢谢领导。星州，是你自己丢掉了这么好的姑娘，岁堂的婚礼，我会按照纪律继续对你保密。大哥，请你放心，我这辈子只会对岁堂好，我会照顾他一生一世，不让他受半点委屈。哥，我终于找到了那个爱我的人，在他面前我不用卑微，
不用委曲求全，所有的付出都能得到加倍的回报。可我会好好的活下去，活得比以前更精彩。走吧。团长，这就是你每次重伤昏迷之后都会无数次叫起她名字的嫂子吧？对，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真羡慕嫂子，她生前，团长您一定对她很好吧？不，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她。隋唐，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宁愿放弃一切，像你爱我那样去爱你。对不起，穗灵，我没能照顾好隋唐。不过你放心，等我扫完墓之后，我重新回到战场，继续去最危险的地方。鸟儿，鸟儿，快来陪我玩呀！笨蛋，你这样都把鸟儿吓跑了。那怎样才能跟鸟儿一起玩呢？除非你变成一只小鸟，这样就可以飞上天空跟它们玩了。青鸟，青鸟，青鸟，穗灵，穗唐还没死，对不对？穗唐还活着，对不对？团长，你见过烧死的人吗？我听老兵们说过，高温会让肌肉收缩，尸体会形成拳斗姿势。对，那天我就该想到。这就是隋唐同志的遗体。那不是穗唐，穗唐还活着。我要去找他，然后见到他跟他道歉，他就会回心转意，一切就能回到之前一样。团长，邢州，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修病墙。我听说你作战很勇猛，每一次都身先士卒，我很欣慰啊。说，想要什么奖励？我不要奖励，我只要你告诉我，隋唐在哪里？隋唐在哪里？贺行舟，你在说什么？隋唐他3年前就已经死了，你是见过他的尸体的。那不是隋唐，我当时只顾着悔恨，我根本没有多想。那死亡证明呢？这是组织上认定过的事实。老领导，你不要骗我，隋唐到底在哪里？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是不会走的。邢舟，你这是何苦啊？就算隋唐他现在还活着，他愿意见你吗？那3年你是怎么对他？我们可是有目共睹。他受了那么多委屈，他却没找一个人抱怨过。这么好的女孩，你于心何忍？对，是我对不起她，所以我要找到她，亲口跟她道歉。你有这份心，隋唐的在天之灵肯定会原谅你的。邢舟啊，你多往前看一看，不要一直沉湎过去。
隋唐真的死了吗？难道这不是他留下的？不，隋唐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林同志今天可真好看呀！就是嘛，没想他不仅活着，而且还活得这么好。这就是好人有好报。隋唐以前吃了那么多苦，这老天爷呀，总算是开眼了。哎，隋唐，邢州给了我3张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吧。你不去就浪费了。不用管他，他自己会回去。走吧。贺行舟，离开你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不是卑微的讨好，不是痛苦的等待，而是并肩而立时的默契，生死关头的不离不弃。赵明春同志，你愿意娶青鸟同志为妻，支持他的事业，把你们的青春和理想共同奉献给国家和信仰吗？我愿意。青鸟同志，你愿意嫁给赵明川同志，和他成为革命伴侣，一起发扬奋斗精神，让你们的革命友谊永放光芒吗？我愿意。他不愿意，他不愿意。隋唐，你不要嫁给他。他怎么走到这里来的？这以贺团长的性格，这场婚礼恐怕是办不下去了。这隋唐难道就不能过好日子吗？贺团长，请自重。邢舟，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隋唐，我知道你很恨我，但你也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啊。贺团长，认错人了，我是解密局的青鸟，不是什么林隋唐。不可能，你就是林隋唐。这3年，我去到哪里都会带着你的照片。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脑子里都是你的样子。我怎么可能会认错人？贺团长，你找错地方了，请你离开我的婚礼。不，隋唐，夏锦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受委屈了，我都知道。之前是我瞎了眼，你现在跟我回家，好不好？家？什么家？被我亲手烧毁的那个家吗？被我亲手烧毁的那个家吗？是你，真的是你，你还活着？那些伤还疼吗？贺团长，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的话，请别再打扰我的婚礼。邢舟，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要在这儿。不，怎么可能会过去呢？她是我的妻子，我绝对不会让她嫁给别人。这3年，我不管你做过什么事情，对她付出多少心血，她始终是我的妻子。现在，我要带我妻子回家，请你让开。贺团长，隋唐已经不爱你了。他不爱我，是因为我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忽略他感受，所以他生气了。我以后会加倍对他好，1年不行就10年，10年不行就一辈子。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对吧？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我要带我妻子回去，谁也管不了我。谁说我是你的妻子？谁说我是你的妻子？隋唐，你终于肯理我了。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是你的妻子？我们结过婚的呀，王婶他们还参加过我们的婚礼，你忘了吗？那也算婚礼吗？你见过谁的婚礼只有新娘一个人出席？新郎躲在别的地方喝酒，好像自己没娶到心爱的女人。婚礼那一天，
隋唐带着红盖头整整等了你一天。贺团长，咱摸摸自己的良心，说说，这天底下有这样的婚礼吗？说的是啊，看他就让欺负隋唐，没有人撑腰，这样的婚礼不算，对，不能算。就算我们没有结过婚，我和你在一起生活了3年，他们都知道你是我的夫人呐。对，我是和你一起生活了3年，但是你有多少时间是陪在我的身边的？这3年的时间，你除了办公，就是在陪夏庆初。你不知道我害怕他累，你从来没有陪我过过生日，就连我身边出现都是自己一个人。我以前真的是那样对你的吗？对不起，隋唐，之前是我做的不够好，但是我们已经领证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领证？你拿得出我们的结婚证吗？你找得到我们的结婚记录吗？我当然可以。贺团长，这份申请表需要您跟夫人一起签字。团长，团长，不好了，夏同志手指受伤了。新州。终于想起来了呀。邢州啊，你和隋唐的确不是夫妻，这还是1年前我看你们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的。原来我跟你没有结过婚，原来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你。那3年是你给我的恩赐。贺新州，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吗？贺团长，我的妻子不欢迎你，请你离开。不，隋唐，我是不会离开的，你是爱我的，对不对？如果你不爱我，当初你哥哥就不会把你托付给我。对，我爱过你，但都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到未来，我爱的人只有一个。你不爱了，可是这3年，我无时无刻都在爱你。这个是敌人偷袭，子弹贯穿我留下的伤口，还有这个是爆炸时留下的碎片，还有这个是歹徒用匕首留下的伤口，还有我这只手，也是在战场上受到的骨折。每一次我从鬼门关死里逃生的时候，我每一次重伤昏迷的时候，我都是喊的你的名字。隋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加的爱你。霍团长，你的确很英勇，但这些伤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但这些伤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像贺团长一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枪林弹雨，我这辈子只受过这1次伤，那是有人泄密，对我们恨之入骨的特务，在夜里对解密局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当一颗子弹射来的时候，明川响眼一下，就挡在了我的身前，子弹贯穿了他的胸膛，抢救了3天3夜。这期间，他从未喊过我的名字，但我知道，他爱我，胜过于爱他自己的生命。贺团长，我佩服你的大爱无私，也佩服你为国捐躯的英勇决心，但这些和爱一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相同的程度，我也可以为他挡子弹。贺新州，你还不明白吗？我们这辈子都已经没有可能了。那个爱你的林穗桃，早就已经死在了3年前的爆炸中。今天是青鸟的婚礼，我请你离开。邢州，是你没有好好珍惜隋唐，事已至此，你就别再纠缠了，纠缠下去也是于事无补呀。隋唐已经死了，
是我没有珍惜他，是我错过了他。隋唐，不，青娘，祝你新婚快乐，祝你新婚快乐。哎，行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好了好了，婚礼继续。林穗堂，是周志强，他怎么来了？你害我失去了夏晴初，害我失去了我孩子，你凭什么不去死啊？他妈要你死！我也可以为你死。快抓住他！连穗堂，他妈给我等着！操！隋唐，隋唐，不要走，不要嫁给他。隋唐，我知道你还是忘不了我的。贺团长，好好休息。不，我不休息，我怕闭上眼睛，你就和1年前一样消失不见。隋唐，嫁给我可以吗？赵明川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我可以为你付出生命，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可是贺团长，我连孩子都已经有了。不可能，你连婚礼都没有结束，怎么可能？团长，快醒醒，这里是医院，他不是林同志。我怎么在这里？团长，你不记得了吗？你的腹部被人刺伤，住进了医院。贺团长，医生说你还不能走啊！不行，我必须走，我必须去挽留她，不然的话，她就嫁给别人了。团长，你昏迷了整整1天1夜。林同志的婚礼早就结束了。不会的，我受了这么重的伤，隋唐不来看我。林同志一直守着你，直到手术结束。他接到了通知，提前赶回了解密区。他已经走了，和赵明川一起走的。他走了，和1年前一样，又走了。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信，还是日记？林同志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只是说什么？快告诉我。他说他现在很幸福，希望你以后不要去打扰他了。他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是啊，他很幸福了，再也没有人会冷落他、冤枉他、关他禁闭，让他受罚。隋唐，祝你幸福。做好决定了？我决定好了，立刻回到前线去。
郝领导，我想拜托您一件事。帮这个转交给隋唐。你怎么不自己交给他呀？这辈子还很长，你们还有机会见面。对啊，这辈子还很长，什么事情都能发生，所以请你帮我保管好，下次我再找你要。走了。今天想听什么呀？妈妈，今天继续讲飞鸟的故事好吗？好。小姑娘打开了奶奶的门。贺行舟同志为了掩护战友撤离，独自引爆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这份东西是他生前指明要交给你的。隋唐，手链绣好，物归原主。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军装，唯独对不起你。边疆的星空很美，像你的眼睛。祝你幸福，贺行舟。我此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能早点爱上你。如果有来生，希望能早点遇见你，好好的爱你一次。隋唐，我回家了。这里有好多好多的鸟，它们会一直陪着我。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就是失去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贺行舟，下辈子希望我们都变作自由自在的飞鸟，在天空自由翱翔，但永远不要再见面。